Hello，欢迎来到烂熟人的频道，我是设计师吉米。OK，今天在这边要跟大家讨论的手表呢，是在这个2023年百年灵推出的全新改版后的 Avenger 系列。那会想讨论这个系列，不外乎是因为它一直在我心目中有一个特别的定位。从我小的时候第一次认识百年灵的时候，我就被复仇者的这个非常帅气、非常硬朗的这个外形给深深吸引住。那个时候我甚至都不觉得劳力士的水鬼有比它好看，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系列。不过随着时间到这一次2023年全面的大改版之后，我觉得它多了一丝丝的斯文，但是它浓厚的军事感跟工具表的气息依然存在。这次全新的改版，百年灵推出了3个型号，从最入门的 Automatic 42到功能进阶的 Automatic GMT 44 and B01 Chronograph 44。同时，它还有一个黑陶瓷钛合金的版本 Night Mission 的特别版。整个系列可以说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大的一个升级。OK， 那也将过去的这一种比较笨重的感受做得更加现代精致，但是它还是保有非常强烈的这个飞行员的精神。OK， 今天我们就来解构这个系列，它到底值不值得我们去做入手。那不要忘了，拜托大家帮我一个小忙，记得帮影片按赞、订阅、追踪、开启小铃铛。那更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频道终于通过了这个收益模式的这个考核了，所以谢谢一路来支持我们的朋友们。那吉米这边跟大家小小的跪一下，就是如果你们看到那个广告跳出来的时候，大家帮吉米跟小编多看个10秒钟，你们一个小小的动作，这10秒钟就能给我们的努力起到最大的动力，让我们继续生产更多手表相关的内容。那吉米跟小编在这边跟大家说谢谢咯。好，我们从时间脉络开始讲起。百年灵的 Avenger 系列，它诞生于2001年。那相较于品牌很正统的 Navitimer 或者是 Chronomat， 它算是相对非常年轻的一支血脉。不过年轻也代表它的责任是要更大胆、更符合现代审美，而它也没有过去历史的束缚。所以 Avenger 在设计之初，它就是为了满足飞行员的需求。它的 DNA 非常的清楚，很 beefy， 很优异的这个耐用度，然后非常清晰的阅读性。那这些特质呢，也让 Avenger 在过去的20多年，在工具表迷的心中，它是不可以缺少的其中一个收藏。那2019年，百年灵曾经针对这个 Avenger 做过一次的调整，它将这个 Colt 系列的定位让给了 Avenger， 让 Colt 系列取消之后， Avenger 变成品牌中最具军事化风格的一个系列。那个时候的版本虽然是非常的硬派，但是它也曾经被舆论批评跟 Chronomat 有一点定位上的模糊。一直到2023年，百年灵终于为 Avenger 带来一次彻底的大改版。OK， 那这一次的改版有几个重点，首先是它外观变得更 sporty chic， 也就是运动中带着一点点时尚的意思。那它不再是只有战斗感，而是更适合我们日常去做佩戴。第二个是它的颜色变得更活泼，有浅军绿，有沙色，有灰感的蓝色、绿色，都让人觉得它更为的精致。最后做了一些细节的调整，表耳的倒角打磨表圈刻度更为立体。那新款的表带还增加了我觉得最贴心的东西，微调系统，让整个的实用性大幅的提升。这一次的 Avenger 也带来3种不同尺寸的定位，那如同我刚刚讲的42的3针款、44的 GMT 2D 时区，以及44的 B01 Chronograph 的计时码表，它充分的展现了品牌技术力的这个整合。更重要的是，3款不管哪一种功能，它全部都给你300米的防水。其实这在空军表里面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大部分的飞行空军表顶多给你个100米，好，有一些会给200米，但是复仇者它却可以给你下潜300米的标准，堪称空战加上潜水的双栖，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强悍的产品定位。那讲到复仇者，它的第一印象绝对是粗壮，
表壳的线条、表圈4个大型的这个 rider tabs， 就是不管你戴手套或徒手，只要能抓到6点钟、12点钟、3点钟、9点钟的这个tabs， 你基本上都可以轻松的去做旋转表圈。那这些灵感都是来自于飞机的铆钉以及驾驶座舱的一些结构，散发出一种很浓的军事感。这一次改版之后，它的造型稍微做了一些收敛，那表耳经过斜切的处理，不再像以前那么样的方正，多了一份精致感。那另外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新款 Avenger 的表带我们先从皮革表带外面做的这个类似尼龙的这种有点像弹道尼龙那种质感的军事部的纹理，那内衬衬的是真牛皮，所以它既兼具了工具表的气氛，又兼具了它的舒适性。那更重要的是，这一次的钢带加入了快调的微调系统，那戴的人可以依据当天气温、手掌膨胀的状况去快速做调整，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心，非常非常的实用。那表盘的部分则是更为的简洁 ，logo 从过去带翅膀的经典造型，那当然我觉得这点比较可惜，改成了草写的 B。那分钟刻度被移到外圈的靠近这个旋转外圈的斜面上面，那目的是为了让主盘放大，变得更干净利落。那时标依旧保持着飞行表的元素，12点钟三角形的标记，长条形的刻度搭配了夜光，保证夜光以及低光源的情况之下，它依然是清晰可读。颜色上三针款有黑、蓝、绿 ，GMT 有黑跟蓝，计时款则是多了沙色跟军绿色。至于我们刚刚讲的特别款的 Night Mission， 它有亮黄跟碳纤维黑，色彩可以说是把最经典复仇者的那个战狼的黄色带回来了。接着我们来聊聊它的机芯。Avenger 系列它的定位一直都是一个实用的工具表，所以三针款跟 GMT 它并没有用到自家的自制机芯，而是一样以 ETA 为基础。42搭载的是 Caliber 17，也就是我们的 ETA 2824-2，那它的基础动力储存呢是38小时。44mm 的 GMT 款则是搭载 Caliber 32，也就是 ETA 2893-2的基础动力储存42小时。虽然都是 ETA 的打底，但是它全部都有 COSC 的天文台认证，所以它的精确精准度是没有问题的。我想讲到这边，应该很多人会质疑说，花了10几20万，我买 ETA 的机芯值得吗？这边就是我要分享的一个观点。ETA 的机芯优点是什么？稳定性高，维修成本低，养护容易。如果今天它是一个工具表，你是要长期佩戴它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当然，至于 B01 Chronograph 44，当然就是另外一个层级了。它是用百年灵跟之前那个劳力士合作的这个 Caliber 01 B01 的机芯，它拥有70个小时的动力储存，有导柱轮，有垂直离合的设计，结构先进，操作手感非常清晰利落。那这一颗机芯也提供了5年的保固，是复仇者系列之中最能展现出品牌制表实力的一个存在。价格方面 ，Avenger 系列算是百年灵里面的算是入门款吧。三针款的42皮带的价格是$4600，那钢带是$4850，只差$250。那 GMT 皮带款是$5250，钢带款则是$5500，都只差$250。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要选择的话，当然是直接选这个全新的钢带款。那旗舰的 B01 计时码表则是8000跟8250。那 Night Mission 的黑陶瓷钛合金版本价格当然就更高，来到了$9300到$9500。那比前一代的价格又微幅调涨了，但是依旧比 Navitimer 或者是 Premier 系列更为的亲民。所以对于想要把百年灵的复仇者当成第一次入手瑞士机械表的玩家来讲，我觉得 Avenger 系列是非常合理的一个选择。抱歉，一直讲话会有痰。我觉得 Avenger 系列的特色，军事感强烈，日常佩戴。如果你们喜欢硬派的工具表，追求同时它有300米优异的这种防水性能，那三针款绝对是很适合你去做选择的。那至于你跨时区出差旅行，GMT 也是你的最佳伙伴。
至于 B01 Chronograph 44，就是给那一些想要一表正常、气势凌人、展现品牌技术的人，尤其是那一只 Night Mission 这一只黑色陶瓷版，我觉得更是适合喜欢低调风格、独特风格的玩家。OK， 总结来说，2023年这一次全新改版的 Breitling Avenger 系列，真的是军事混合了运动加时尚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结合。我觉得它保留了原本很强壮 beefy 的这个表壳结构，然后军事感的设计，以及飞行表它该有的阅读性，却透过新的配色跟细节的修饰，让它变得更为唯美跟精致，贴近日常生活的调性。就我个人来说，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那个快调表带的系统，那个便利真的是无可替代。我常常讲，就是只要表方愿意去为消费者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这些表都可以推进我对这个表购买的大量意愿。那我唯一觉得小可惜的就是，logo 的部分，它把原本长了翅膀、真正会飞、代表那个飞行能力的品牌的翅膀给拔掉了，只剩下一个草写的 B。那我觉得它象征着飞行员的精神，好像就少了那么一点点味道。不过它还是一眼就可以让人看出来，它是一只百年龄的 Avenger。所以如果你问我说 Avenger 系列值不值得买，我会说，从设计感、实用性、品牌精神的作品，你是要入门进阶，还是要直接攻顶计时码表？我觉得复仇者系列都给了你可以去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是绝对值得买。对，但是大家就是在做这个表的选购的时候，记得就是一定去做一个店里面试戴的动作，然后当天的穿着也可以稍微挑一下，可能带一点点军事风，工作裤甚至是卡其色的这个的大地色的衣服的配色，甚或是白色 T 恤，都很好去凸显 Avenger 系列给你带来的气场，是加分还是扣分？OK， 讲到这边，最后提醒大家，就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呢，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追踪，还有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有广告的话，记得帮我们看10秒钟哦。最后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手表，总归一句话，它都无法留住时间。但是可以让我们确定的事情就是，每分每一秒的过去，我们都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这一秒的现在，就成为过去1秒的历史。我希望大家能够玩表玩得健康，玩得开心。那戴手表的精神是让我们可以去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以及对于时间，我们永远保持着正面以及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我是烂熟人设计师吉米，我们下次影片再见。